係咁啊！早排國際上其實有一單事件咧，係好值得再細緻啲去睇嘅。咁就係幾日之前，特朗普就喺全世界電視直播好威咁樣宣告，美軍冇死過一兵一卒咧，就成功獵殺咗伊斯蘭國嘅最高領袖巴格達迪。咁喺呢件事上面，你睇到咧，全個世界嘅反應係有啲好得意嘅觀察，就係美國、俄羅斯同中國淨係喺反恐呢個議題，簡直係臭味相投、同氣連枝。咁啊，尤其是美國喺行動之前咧，佢都未至於好緊密咁樣知會國會，咁但係私底下咧就已經係知會咗俄羅斯嘅普京，咁啊等普京咧就知道附近咧美軍係有所行動，咁啊起碼咧就按兵不動或者係有所嘅配合，咁啊唔會搞亂咗件事。咁啊，而中國外交部咧喺呢個行動成功咗之後，咁啊冇幾耐就發表咗嘅講話，係宣示中國嘅立場，好似係耿爽講嘅，咁就係咧中國係會堅定不移咁支持呢個反恐同埋國際嘅反恐。咁點解淨係呢件事咧就係咁啱撞到臭味相投咧？咁啊當然個源頭就係源於咧喺之前911事件，美國嘅小布殊就開始叫做進軍伊拉克，其實就內內外外咧都發起一種地氈式咧抗衡呢個恐怖主義嘅，要保衛呢個美國境內嘅國家安全。咁啊希望咧係剿滅一啲主要威脅美國嘅一啲嘅恐怖分子嘅組織。咁所以咧開頭咧阿爾蓋達啦、拉登嗰啲就成為咗個頭號目標。咁喺呢個氣氛之下咧，其他嘅國家梗係和應啦。咁啊，因為其實如果你講下中國嘅反恐嘅立場咧，而家嘅習近平絕對係效法當年嘅普京啊！普京簡直就係習近平嘅反恐導師。因為其實再早啲啊，早於2000年左右啊，即係普京慢慢坐穩咗佢自己叫做係由總理變到總統個位嘅過程咧。喺2000年之後咧，佢就係屢次用呢個恐怖主義作為藉口，一係咧就係對外擴張勢力，一係咧就境內增強嗰個維穩同埋集權，咁啊全部咧佢係好熟練嘅，咁所以咧呢個普京咧簡直叫做呢個集權嘅高手中嘅高手，咁啊只不過咧佢礙於佢嘅地理環境咧，佢個國力始終都係冇即係日後中國嘅咁強嘅，因為中國始終有啲地理嘅優勢，咁啊呢個就係另一啲嘅好深入嘅主題啦。咁啊，普京其實喺2000年後咧，曾經係利用咗一單咧疑幻似真嘅恐襲事件咧嚟去進軍車臣嘅。咁其實事後咧嗰單咁嘅恐襲，普京已經係知道嘅情報係有啲警察係有少少叛變同埋係即係行為唔檢點嚟去做嘅，咁啊有少少想攞一啲咁嘅利益啊等等啦，或者係叫恐嚇嘅政權啦。咁啊結果咧佢就攞咗呢單嘢咧就賴咗落去車臣做，於是乎咧就藉口進軍車臣。咁另外咧就係譬如國內有一啲嘅劇院同埋學校，一旦俾普京捉到係有呢個恐怖主義襲擊，佢就派好大嘅嗰個軍警咧嚟去戒備，然後就收翻嗰啲嘅廣播公司嘅嗰啲嘅權力，咁啊由自己係進行呢個官方嘅文宣，咁啊令到個社會嘅自由度係收緊，冇咁多嘅第四權係監察政府。亦都係借機係收翻呢啲省議會嘅選舉，咁啊令到嗰啲嘅省議長咧就再冇嗰個民意授權，令到一大紮係利用呢啲咁樣嘅叫恐怖主義嘅活動咧嚟去增加佢自己維穩嗰個嘅威信同埋嗰個藉口，咁啊變咗係將好多權力就集權中央，說服到國民咧，我係保護你安全嘅。其實喺政治操作咧，呢啲就叫恐懼管理，製造一種嘅恐懼，令到咧用好多嘅手段同埋強硬嘅政策係合理化，咁啊順理成章咧就所有嘢都係由國家幫你安排啦，咁大家就唔使驚啦，係咪先？咁啊乃至到去到2014年一個好爭議嘅事件咧，都係喺烏克蘭嗰度爆發嘅。咁啊其實好多時咧就係普京派一啲好秘密嘅包裝成係恐怖主義，其實又係佢自己嗰啲軍警武警咧嚟假扮成恐怖分子喺烏克蘭嘅邊境搞事，咁啊甚至乎咧係殺咗一啲嘅細路仔賴落烏克蘭嘅嗰邊嘅一啲嘅民間組織嗰度，於是乎就借機咧就話要平穩嗰啲安全嘅亂局咧，就係進軍，意圖係想進軍呢個烏克蘭。咁啊好多呢啲咁樣嘅藉口咧嚟去搞局嘅。咁所以咧其實普京由呢個2000年起家慢慢坐穩陣腳，佢對利用恐怖主義集權嘅嗰個手段咧
係駕輕就熟。咁所以咧，其實習近平之後慢慢繼承啊，點樣係再強化喺新疆嗰個維穩，乃至到之前咧係一度係想透過港澳辦放風聲話香港嘅恐怖主義嘅苗頭已經係滋長咧，呢啲都係司法普京嘅某啲手段，就係利用就話嗰個地方有恐怖主義嘅事件嚟去到增強自己出兵，又或者係用一啲好強硬甚至好血腥嘅政策去維持嗰個社會安全度嘅平亂嘅。咁啊，即係習近平就學到慢慢就駕輕就熟啦。咁啊，只不過咧，香港呢個國際城市就太多掣肘，就唔似得係即係俄羅斯，又或者係中國自己嘅境內可以控制晒司法、傳媒同埋係任意用軍嘅派兵去清剿嗰啲地方勢力嘅。咁所以咧，其實香港點解看似好矛盾，就係咧，習近平一方面係好想維穩，好唔想內亂，就好唔想禍起蕭牆，但係結果咧，唯獨有外國佢聲稱下有外國勢力介入，或者有國際制衡嘅呢個香港城市，佢就最終只能夠無奈放棄用最強硬嘅政策嚟平亂嘅。咁所以咧，呢個即係好痛啊！即係對於習近平嚟講，即係佢雖然都好似學成咗點樣去維穩㗎啦，咁啊溝晒好多個手段，包括埋普京嗰邊學翻嚟，咁但係都係搞唔掂香港嗰個亂局，而係有所分寸咧，而係要收翻，咁啊令到咧香港政府用第二啲或者日後咧用一啲軟性啲嘅方式嚟處理香港呢個咁特殊嘅兩制問題。咁就係即係講翻美國嗰個嘅獵殺巴格達迪嗰個行動啦。咁其實咧，有件事都係幾心噏嘅，因為你都知啦，嗰個獵殺代號咧就係 Kayla Mueller 啊嘛，就係其實以嗰個死咗嘅廿幾歲，即係唔夠30歲嘅後生女仔作為命名嘅，就係幫美軍就係借埋呢個獵殺嘅行動，就係順便幫埋佢報仇。咁啊，佢始終都係想，當然係想盡早獵殺佢啦。咁但係中間咧就係2013年，巴格達迪咧就喺大概係敍利亞同土耳其嘅邊境左右咧，就係捉到呢位係人道主義者。咁呢個 Kayla Mueller 咧，其實係佢主要係想趕去呢個敍利亞嘅一啲無國界嘅醫院咧，係做義工同埋幫手嘅。咁所以係一啲好有愛心、好熱心同埋係唔怕自己生命受傷害嘅一啲好偉大嘅人。咁所以佢嗰件事咧，最後就係巴格達迪捉咗佢啦，然後就係最後姦殺咗佢嘅。咁所以就係令美國嘅國民都好痛心啦。咁啊，政府亦都想透過呢啲行動係一石二鳥，就順便幫佢報仇。其實件事係幾唔好彩嘅，因為咁啱喺嗰幾年咧，伊斯蘭嗰個擴張咧，佢係攞盡晒嘅地利嘅。佢係好擅長咧，譬如話喺邊境嗰度係搜查，呢個亦都係巴格達迪嗰個部署嘅專長。佢就喺伊拉克同埋敍利亞邊境有好多嘅線眼，同埋有好多嘅人咧喺嗰度擺住。咁啊，部分亦都會擺喺呢個土耳其同埋敍利亞嗰邊嘅勢力範圍。咁所以咧，佢好容易咧就可以捉到一啲人。其實另一方面亦都可以招攬唔同嘅新血。咁啊，巴格達迪呢個人係點樣起家嘅咧？咁啊，其實佢自己係特別叻嘅。佢雖然咧就係師承扎卡維。咁但係咧，佢有佢特別嘅專長，就係佢學歷特別高。佢其實係巴格達嘅神學院博士嚟嘅，咁啊即係好專精呢個伊斯蘭教嘅神學。咁所以咧，佢就係一個叫知識分子嚟嘅。咁啊，甚至乎咧係有啲人就視佢為一個學者，同埋擁戴佢就當佢係一個教主嘅層次咁樣崇拜佢啦。咁啊，佢當然唔係一日練成㗎啦，就唔係淨係高學歷咧就可以令佢日後成為一個即係咁特別嘅恐怖主義頭目嘅。咁啊，一切嘅信仰嘅所學習嘅對象咧，就係頭先所講嘅扎卡維。而扎卡維正正就係薩拉菲主義教主，即係嘅老祖宗啊，佢信奉薩拉菲主義，係佢影響巴格達迪嘅。咁薩拉菲主義係啲咩咧？佢其實係一個信仰唯一真主正確，就係以對於可蘭經嘅潔淨純粹嘅伊斯蘭教信仰，係凌駕於人間地上嘅所有政權、所有政治領袖嘅教誨。咁所以佢亦都係歸於所謂遜尼派啦，即係每一代佢傳承住認為係真主係所屬意嘅嗰個人選，咁大家就會推舉佢成為一個嘅宗教嘅領袖，就有別於什葉派咧。
就係認為叫做直系傳承咗穆罕默德嗰個嘅宗教道統嘅。咁所以咧咁悠久，由第7世紀開始，什葉派就係自此為就係傳承呢個穆罕默德直系一路流傳落嚟嘅派系，同埋咧遜尼派認為自己可以推舉一個領袖，都係咧屬於大家相信真主所屬意嘅人選，有呢兩個派系係互相分裂咗出嚟，咁就成為咗叫內戰。就連綿不斷好多個世紀，去到而家嘅嗰個內戰嘅根源所在啊！大家都視對方為叛徒，直系嗰個就話自己推舉領袖嗰邊係叛徒，自己推舉領袖嗰邊就話直系嗰邊咧其實係叛徒咁樣，咁就有啲咁樣嘅傳承落嚟，咁啊變咗咧薩拉菲主義咧就係、佢不但只係純粹遜尼派能夠推舉自己嘅教主，將嗰個嘅純正嘅伊斯蘭教流傳落去，另外就係一個有好強嘅所謂統一阿拉伯世界宗教信仰，大家一齊建立穆斯林伊斯蘭教國家嘅嗰個嘅傾向。咁佢其實就係喺大概係喺土耳其嗰陣時咧，就面對好多歐美嘅殖民地侵略啊，即係佢哋認為係殖民地侵略嘅時期咧，係啟發出嚟嘅。佢認為阿拉伯世界自己咧都應該係由好多伊斯蘭教徒咧係建立一個強大而現代化嘅國家，只不過咧個國民就必須要信翻咧最原始、最傳統、最潔淨純粹嘅宗教信仰。咁佢就呢種咁強烈嘅建國盼望。所以由就扎卡維開始咧，就影響呢個巴格達迪。咁但係咧，一開始咧，扎卡維佢叫做係掌握咗嗰個獨一真主嘅聖戰組織之後咧，佢唔係咁快咁強壯嘅。咁一度其實喺2003年左右咧，拉登嘅阿爾蓋達組織係曾經向呢個扎卡維招手，就想佢收歸佢自己係統合佢嘅。咁但係扎卡維咧。佢就有自己嘅盤算，因為咧拉登其實佢嗰個宗旨咧就冇咁強大，話要統一晒成個阿拉伯伊斯蘭教信仰嘅建國嘅嗰個理念，佢係心繫於就叫對付遠方的敵人，就係美國。咁所以就變咗點解佢係要發動911襲擊，就一路咧就係去建立好多嘅軍事組織咧嚟去反抗呢個美國，認為美國係介入咗佢哋嘅嗰個世界。咁所以只要佢打低咗呢個咧，有機會係國力越嚟越弱啊！即係佢當時係認為啦，有機會打低咗美國之後咧，佢就真正先可以係清淨嚟去建立翻自己嘅宗教勢力嘅。咁變咗扎卡維咧，佢同呢個拉登係唔同啊！佢係薩拉菲主義者，咁所以佢認為係要讓外係必先安內，咁啊所以有一種好強烈喺自己人係統合晒所有嘅宗教同勢力嘅嗰種嘅諗法，亦都有少少手段上係投機分子嘅。咁啊後來巴格達迪更加係強勁好多啦，喺嗰個投機取巧嗰方面，點樣去擴大自己嘅領土同埋勢力。所以後來咧，扎卡維其實係隱隱約約，雖然同呢個阿爾蓋達嘅拉登組織咧係保持關係，甚至乎係一度咧個名叫做伊拉克伊斯蘭國，係 under 喺阿爾蓋達裏邊，但係其實係各自咧有少少係各自為政㗎，咁啊若即若離嘅關係，係唔係完全受到阿爾蓋達可以控制晒佢哋嗰個勢力㗎？咁變咗發展到慢慢壯大啦，佢叫做係有比較強少少嘅軍事訓練啦，然之後係打仗比較出色啦，容易啲係招攬唔同一啲嘅新血入嚟啦，即係嗰啲嘅聖戰分子。咁佢擴大到差唔多去到2006年咧，咁扎卡維就好唔好彩咧，即係對於佢嚟講好唔好彩咧，就喺一次嘅恐怖襲擊裏邊身亡。咁搞下咧，就本來係4分5裂㗎啦，嗰個組織幾乎係。好彩咧，磨咗幾年之後咧，就係冇散到。結果就係由巴格達迪大概喺2010年嗰陣時咧，就登上咗呢個伊拉克伊斯蘭國嘅領導人。咁後來佢再喺2014年正式咧就改名成為伊斯蘭國，就係 IS 啦。我哋所知道嘅，就係先係後來係涉及發動埋即係法國嘅恐怖襲擊啊，震驚全球啊。其實佢之前咧就已經未發生嗰單嘢之前咧，佢就喺利用咗2011年嘅敍利亞嘅內戰嚟強大佢自己嘅實力嘅。因為咧佢知道咧，其實伊拉克嘅境內咧，佢嗰個擴充係有限啊，佢缺少錢啦，亦都係唔夠人啦。跟住佢就睇準由阿拉伯之春觸發好多中東地方嘅反政府運動，佢就睇準咗2011年嘅敍利亞內戰，
就利用咗好多所謂嘅金主咧，就會係出錢，甚至部分係出埋武器，俾一啲嘅反叫做係敍利亞政府嘅嗰一啲嘅聖戰組織，咁啊支援佢哋去反政府。一旦能夠反咗個敍利亞政府，嗰啲咁嘅金主啊，譬如係沙特啊、卡達啊等等咧，呢啲咁嘅金主國咧，咁啊就可以攞利益啊借機，因為咧其實係佢哋幕後做大佬啊嘛，咁啊推翻咗呢個敍利亞政府之後咧，就撈世界啦。咁啊，所以好多嗰啲敍利亞內戰嗰啲咁嘅零零散散嘅組織咧，就多咗錢，多咗武器，巴格達迪就係睇準呢個所謂代理戰爭，我收人收錢就幫你去反個敍利亞政府，咁啊反咗一排，就結果咧，因為佢哋嗰班人嘅受嘅軍事嘅組織訓練係特別強啊，尤其是巴格達迪高學歷㗎嘛，佢梗係學精好多啦，學得快啦，咁啊加埋佢咧就係請一啲會計師幫佢統籌一啲嘅資源同埋錢，咁所以咧佢喺無論係吸金啊，定還是係吸一啲新血方面咧，佢透過敍利亞內戰嗰種嘅代理戰爭咧，就係擴充自己嘅領土係非常之勁，冇幾耐佢幾乎咧，甚至係打散埋、震懾晒所有其他恐怖主義組織。咁啊，所以有啲係真主黨啊，其他嗰啲啊，甚至係後來嘅阿爾蓋達咧，係越嚟越驚伊斯蘭國嘅。佢簡直係恐怖分子之中嘅極致。因為佢連恐怖分子以前嘅恐怖分子組織都好驚伊斯蘭國，伊斯蘭國就係要統合晒成個最新嘅力量嚟去建立一個咧模擬國家嘅規模，咁啊勁過晒黑手黨啊嗰啲咁樣。咁當然咧，佢學咗少少以前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嘅嗰種營運方法，而更加係升咗一個層次。咁所以就變咗巴格達迪喺2014年之後建立嘅伊斯蘭國咧，嗰種規模同系統咧幾乎係史無前例嘅。咁所以去到14至16年間，佢個成熟程度咧係終於令到美國政府，尤其是當時嘅奧巴馬咧，係好介意呢個伊斯蘭國，就係想痛擊佢嘅。咁但係當然就已經係遲咗一步，因為佢嗰陣時咧就已經係壯大得非常之犀利。你知道佢哋係投機主義者啦。當佢利用咗敍利亞內戰，享受咗代理戰爭嘅嗰啲武器啊、錢啊，然後變成咗自己好強嘅佔據地之後咧，佢私底下咧又會掌握咗一啲產油嘅地方，然後就賣翻啲石油俾敍利亞政府。即係幾間佢之前咧就係幫嗰啲地方嘅聖戰組織攞佢嘅資源同人嚟去反敍利亞政府。到咗佢喺社會上邊啊，個國家嘅內部咧係建立咗自己好大嘅地盤同資源之後咧，又為咗賺更加多嘅錢嚟滋養自己嘅勢力，又賣翻啲石油嘅資源咧，就俾呢個敍利亞政府賺錢嘅。咁啊，敍利亞政府當然背後咧就係有呢個什葉派啊嘅一個嘅支持啦，另外就係伊朗啊同埋俄羅斯都係間接支持敍利亞政府嘅，咁所以咧係搞到好鬼死亂嘅。咁點解中途咧就係出現咗有啲陰謀論咧，就話美國其實曾經私底下係支援過呢個伊斯蘭國，後來就好偽善又要剿滅翻佢咧，其實係一個誤解，因為美國似乎真係有一啲嘅商家咧私底下賣武器俾一啲反敍利亞組織嘅一啲聖戰組織，但係佢唔係專門賣俾伊斯蘭國，係賣俾一啲好散嘅組織，係為咗錢嘅啫。咁後來就係因為伊斯蘭國個勢力擴充得太多，佢已經統一咗好多嘅聖戰組織，於是乎嗰啲美軍嘅武器又流入翻去伊斯蘭國裏邊。咁所以點解後來咧，美國一啲傳媒就影到伊斯蘭國手持美軍嘅一啲武器，就開始話啦，會唔會美國其實係好奸咧？其實伊斯蘭國又係養出嚟嘅，養大咗之後咧，一發不可收拾，又想打翻佢。呢個就係當時陰謀論嘅大誤解啦。其實美軍私底下有啲人咧，就唔係賣武器直接賣俾伊斯蘭國嘅，係賣俾一啲好散嘅反敍利亞政府嘅組織。咁由於佢最後嗰啲組織全部散晒俾呢個伊斯蘭國吞併晒，咁咪攞翻嗰啲美國武器咯。咁啊一就造就咗當時有一個傳遍全世界嘅一度要解釋嘅陰謀論。咁啊其實當然就伊斯蘭國就唔係美國係養出嚟㗎啦。咁係由於真係巴格達迪呢啲咁嘅人咧，領導上咧好似軍閥咁樣擴充翻嚟嘅。咁啊當然就係越搞越大，即係咁啊佢好犀利啦，即係佢甚至係有一套嘅管理自己嘅錢財嘅金融啊、賣石油啊、綁架賺錢啊，然後係幫人哋打仗嘅嗰種咁嘅模式。咁所以點解佢係然後間中咧，亦都喺其他西方嘅國家咧係睇準咗嗰啲國內嘅
叫做係針對伊斯蘭教嘅一啲嘅政策，又或者係令到國內嗰啲有極端傾向嘅人嘅不滿，就發動咗部分嘅恐怖襲擊咧，好似法國咁嚟去吸納一啲嘅新血嚟去翻佢哋係伊斯蘭建國嘅，就大家係擁護呢個薩拉菲主義，就建立呢個完全統一嘅純正嘅伊斯蘭教國家。咁所以咧佢先可以搞到咁多年嘅生命力啊！咁但係咧，我就唔知佢之後咧能唔能夠超越晒所有嘅恐怖主義組織，因為佢而家就殺咗巴格達迪啦。咁但係咧佢嘅其餘嘅部下咧就未完全剿滅晒嘅，咁只不過啦可能係四散，同埋佢個力量係削弱咗非常非常之多，就係因為咧全國有唔同嘅國家咧就係圍剿同埋追捕佢哋。咁但係到底佢能唔能夠破晒所有恐怖分子紀錄？去到延續到10年、10幾年，甚至係幾十年都仲有佢哋嘅殘餘勢力咧，我哋再睇落去。因為其實最有攻擊性、最有挑釁性嘅恐怖主義組織，暫時嘅紀錄係大約係9年啊，如果我冇記錯，係可以維持到9年，有一個好強嘅聲勢，同埋係對外嘅進行呢個恐怖襲擊嘅軍事侵略。咁我哋就再睇落去。另外咧就係美國嗰個行動啊，就係你見到特朗普咪好型嘅，咁啊係咁喺度潤呢個巴格達迪啊，即係嚇到屎淋尿瀨啊，俾嗰啲美軍嘅軍犬喺度追佢啊，然後最後就喊晒咁樣就繪形繪聲形容到佢好驚，然後就拉自己身上嘅炸彈引爆，然後先死嘅。咁點解知佢係巴格達迪咧？而家終於出嚟就話，因為咧佢就收買咗個庫爾德族嘅臥底，就喺臥底裏邊偷咗巴格達迪嗰條底褲，由嗰條底褲就再去檢翻嗰啲屍體嘅殘骸，就驗到 DNA， 就證實係真係巴格達迪嚟嘅。咁所以而家就確認咗巴格達迪咧真係死亡啦。咁但係咧，我就唔認為咧，特朗普呢種咁囂張嘅言論咧，其實係適合嘅，因為其實奧巴馬嗰陣時咧，佢就係成功刺殺咗拉登咧，佢嘅演講都係比較平實，就冇好多咁多加鹽加醋語氣話佢好驚啊！我亦都相信喺前線一個身繫於全身炸彈係準備自殺引爆自己肉碎嘅恐怖分子領袖咧，就未止好似特朗普咁繪形繪聲嘅喊到屎淋尿瀨之下先係自殺嘅，即係好驚死嗰啲又點會咁悲壯啊？咁嗰啲咧，咁通常你見到一啲以前嘅事例咧，能夠採取自殺式襲擊去自殺嘅嗰啲人，唔想留條全屍俾你羞辱嘅咧，都係有啲勇悍嘅特質喺裏邊嘅。咁佢當然係想打擊嗰啲人咧，就唔好視呢啲咁嘅恐怖分子領袖為你仿效嘅對象啦。你睇下佢幾咁差係咪先？喊晒啊，冇膽匪類嚟㗎，唔好同美軍鬥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佢挑起咁多呢啲好似喺個人羞辱嗰啲聖戰組織嘅領袖，會唔會係埋藏住日後有啲人雖然佢就面臨呢個瓦解咧佢嘅組織，咁但係咧佢就為咗同呢個巴格達迪報仇，佢就更加唔滿意你咁樣羞辱佢哋曾經崇拜過領袖，而係再計劃一啲大型啲嘅恐襲嚟對付美國咧。呢個其實個總統講得咁囂張過當年嘅奧巴馬去講殺咗拉登咁囂嘅程度嚟去描述咧，我覺得係對自己不利嘅。咁尤其是咧，其實喺現代嘅反恐戰爭咧，係由於科技係越嚟越普及，越嚟越勁，由叫做係核彈核技術嘅武器越嚟越成熟，佢越嚟越細，可能將來佢亦都發射嗰啲導彈嘅門檻可能越嚟越低。咁就如果一旦日後一啲比較唔係咁強嘅恐怖組織都能夠取得咗核武器或者核武器嘅話，咁就可以引發成好大嘅災難嘅。呢個就係恐怖主義個成本效益不成比例嘅傷害嘅嗰種咁難搞嘅局面啊！佢可以由一個好少嘅資源做一種嘅影響好大嘅破壞，然後令到全世界都一致恐懼，咁惶恐不安嘅生活喺裏邊。咁乃至於日後，譬如話連呢個無人機都成熟啦，無人戰機都成熟啦，咁會唔會有啲恐怖分子其實佢根本再唔使係損失咁多嘅兵力，或者係自己組織裏邊嘅人都可以發動大量嘅無人機係遠距離去射擊或者轟炸一啲嘅地方咧，佢可以報仇咧向西方主義世界。咁呢啲都係要憂慮嘅。咁所以咧我就唔認為
特朗普佢用一種咁囂張嘅口吻嚟去宣揚呢件事係啱嘅，應該係學翻奧巴馬當年係用一啲比較平實嘅語調嚟去交代到就 OK 啦，同埋重申翻美國嘅嗰種嘅立場，就未至於咧係一種耀武揚威嘅態度。咁啊，暫時嗰個恐怖主義嘅呢啲國際事件就講住咁多先啦。我記得仲可以介紹本書喎，順便，因為好多朋友咧都好想我介紹多啲好書。咁呢本咧就更加係好書嚟嘅。當年其實我喺香港，我屬於係最早介紹呢本書嘅嗰個人。咁亦都係我後來借呢本書俾蕭生啊。咁由於蕭生佢最後咧就唔記得咗還俾我，可能係睇得太開心啦咁樣。咁喺呢方面嘅主題都豐富咗好多。咁我自己就另外買翻呢本新嘅俾自己。咁啊，這才是伊斯蘭國。咁啊，呢個作者係好勁嘅當時，即係好多書都係講到唔係好好嘅，好多媒體都講得唔清唔楚嘅。就係呢本書嘅作者係研究伊斯蘭國非常之深，喺幾年前。咁佢出版冇幾耐咧，我就買咗。咁啊，當時係寫咗篇文嘅，因為好似有一個地方嘅 server 壞咗，就好難揾翻。咁啊就所以而家就係叫做通通就重新係講翻呢個主題，亦都介紹俾大家睇。咁我相信而家近呢2年嘅書可能開始好啲啦，因為佢掌握咗更加多嘅證據嚟講翻伊斯蘭國嘅興起同埋嗰啲嘅領袖嘅一啲嘅背景等等。咁大家就可以留意下。咁啊，遲啲會唔會即係正式再整一個真係叫做戒書系列咧，或者叫戒毒系列咧？咁啊，嗰戒字同嗰個即係個戒字係咩意思？咁我遲啲先再講。我覺得幾好啊，因為你調轉就係書戒啊嘛。咁你而家就戒書，咁啊我就攞咗嗰個嘅即係戒仔啊、戒女啊嗰啲咁嘅潮流術語嚟去做嘅。所以我諗都值得有時係講下呢啲系列，因為咧太局促喺本地而家嗰個政治咧都係唔係咁好嘅，即係尤其是有幾唔開心咁啦。咁啊睇闊啲，多啲比較喺世界唔同地方嘅嘢咧，都係對我哋嘅思想上係或者係知識上係有益嘅。咁啊，暫時講住咁多先，多謝各位。